好友查出癌症，在家自焚身亡，只留下遗言，将女儿和仅剩的3万块钱家当托付给了我。求你收留我女儿，给口饭吃，让她活着就行。为了不负所托，我没要孩子，专心抚养养女长大。从高额学费到车房陪嫁，我们尽心尽力。大年初2，女儿回门宴致谢父母时，却当众宣布至亲另有其人。话音刚落，我那本该自焚死了的好友，却容光焕发地上了台。我懵了，不可置信地上前质问，女儿却一脸厌恶：“你个人贩子，要不是你当年拐跑我，我们怎么会骨肉分离这么多年？”推搡间，我被女儿推下台，后脑着地当场没了气。我意外死后，爱人也被逼上了吊，女儿却继承了我的财产，和她的好爸爸大肆挥霍，好不潇洒。再睁眼，我重回好兄弟说确诊癌症那天。这一次，我拉着他就往医院跑。走，我找关系给你做化疗，去，咱不能放弃。兄弟，我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了。我家小区门口，李文强堵住了我，一脸疲惫，黯然神伤。闻言，我却浑身一顿，眼前模糊的景象骤然清晰。看着近在咫尺的李文强，我下意识恐惧，后退数步才停住步伐，难以置信地看着这熟悉的一幕。哼，你也觉得很突然吧？我也没想到自己年纪轻轻的居然会得这种病。李文强苦笑一声，继续说道：“我不惧生死，只怕我那羽翼未丰的女儿无人护。”声音清晰入耳。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重生了，重生到了上辈子的关键节点，一切悲惨的源头。李文强，你还真是跟你女儿演了一出好戏啊！我跟李文强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兄弟，他辍学早，刚满18岁就娶妻生子了。但不幸的是，他妻子在生下孩子后没多久就出车祸去世，只留他们父女俩相依为命。因为和他算是发小兼兄弟，看他们2个孤苦伶仃也挺可怜的，所以在经济上我没少给他们帮助。毕竟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学里拿了不少奖学金，也兼职赚了点钱。后来我毕了业，也找了女朋友，慢慢的就停止了对他们的资助。只是李文强确实有点不上道，听家里的同学说他染上了赌博，我停止对他进行经济支援，有一大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可没有想到，又几年过去，李文强就一脸憔悴的找到了我，声称自己得了癌症。老实说，听到这个消息那刻，我非常震惊。虽然年轻人得癌症的确实不少，但是发生在自己身边还是有些接受不了。我本以为李文强是来跟我告别的，却不成想，我被他拉进了一个巨大的阴谋里。告知完我这个消息后的第2天，就有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告诉我李文强自焚了。闻言，我几乎是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跑了过去。可即使这样，我还是没见到李文强的人，只看到了一封遗书和一张银行卡。李文强亲手写的，说拜托我照顾他的女儿，给口饭，能让孩子活着就行。我当时伤心的痛哭不已。虽然李文强这个人没有上进心，但是亲眼看着自己的好友因为这场悲剧死亡，我心里还是非常难受。当时李倩倩已经7、8岁，就站在我的身边，满眼手足无措。我一脸怜悯的把她搂在怀里，带回了家。李文强爸妈去世的早，孤苦伶仃的独自长大，家里的亲戚也不愿意养他，更别说他留下来的遗孤了。我临危受命，跟当时的女友，后来的老婆磋商了一整夜，最终决定正式收养他。女友心地善良，虽然没有当过妈妈，但接下这个孤女后，没日没夜在网上学习，发誓给李倩倩最好的关怀和教育。而我那个时候正值换工作，而且屡次面试碰壁，为了送李倩倩去最好的学校，我是一刻都不敢休息，没有工作宁愿去工地打零工，甚至还干过工地的水鬼，去水下30多米捞钻头。可能是好人有好报吧，李倩倩上中学后，我事业腾飞，终于得到了一份心仪的工作，而且经过不断的努力，我当上了部门主管，年薪加上奖金最高能有几10万。我和女友也领了证，名正言顺的喊她老婆。从那时开始，李倩倩摇身一变成了我们家的小公主。以前钱不够，我们虽然尽量在物质上满足倩倩，但肯定跟富裕人家没法比。那之后，别人有的她有，别人没有的她还有。我和老婆2个人把她捧在手心里呵护，已经全然当成是自己亲生的了。不光如此，我们甚至还决定不再生自己的孩子，只培养她一个。虽然给她安排了无数补习教材，李倩倩的学习成绩始终一般。高考后，我们尊重了她的意愿，同意她去上艺术学校，学费贵没什么，只要她开心满意就行。女孩出门在外，难免会让人担心，为了不让她被渣男轻易骗到，我还每个月至少给她1万块的生活费。这样的纯经济支持足足坚持了4年，直到后来她找了男朋友，2家人坐在一起商量结婚。我和老婆为了避免她在婆家受气，更是直接陪嫁车房，全写她的名字，想着就算以后万一2个人吵架，女儿也有底气。这一切看似水到渠成，是女儿的，也是我们的完美人生。可结果就在大年初2回门宴的那天，李倩倩在典礼上致谢父母的时候，
却公然宣布至亲另有其人。我和老婆互看了一眼，并没有生气，本以为是找来了他老家的亲戚，我俩还替他开心呢，毕竟做人不能忘本。可万万没有想到，我那个早已自焚自杀的兄弟李文强却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震惊不已。可紧接着，李倩倩就把手里的话筒狠狠地摔在了我和老婆身上。我蒙上加猛懵，走过去准备质问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李倩倩当着诸多亲朋的面，高声辱骂我和老婆：“你个人贩子，要不是当年你拐跑我，我们怎么会骨肉分离这么多年？我和老婆全都傻了。明明合法合规的收养，怎么竟变成了他口中的人贩子？”李文强也在此刻暴走，挥起拳头就往我的头上砸。天杀的人贩子，你怎么不去死呢？我和老婆这时候才真的明白了，李文强的假死就是一场阴谋，把女儿托付给我们是假，靠着他女儿洗我们的血才是真。我愤怒地与他缠打在一起，大骂他畜生。我明明帮了他那么多，结果他不计恩情，反过来污蔑我。结果就在我们缠打之间，被我们捧在手心里呵护，当成自己亲生女儿养的李倩倩，却毫无征兆地猛推了我一下，把我推下了台。我后脑着地，当场死亡。灵魂飘荡间，我亲眼看到李倩倩对着我老婆拳打脚踢，那可是她喊了20多年的妈呀，从小到大最疼她的人。我撕心裂肺的怒吼咆哮，但做不了任何改变，那种无力和绝望感让人窒息。老婆被打完后被拖回了家里，被李文强和李倩倩联手逼着上了吊。我们夫妻俩就这样被白眼狼残害，双双殒命。而李倩倩却仗着自己养女的身份，继承了我们的全部财产，跟她的好爸爸李文强大肆挥霍，好不潇洒。再度睁眼，我没想到自己竟然重生回来了。看着眼前极力卖惨，不断暗示我他还有个女儿的李文强，我的后牙槽险些咬碎。这个王八蛋，上辈子光从我这里资助给他的钱就不下2万。我那个时候上大学，每个月兼职也就1000多块钱，可即便如此，我还是看着他们可怜，把多一半的钱都给了他。结果原以为是暂时落魄的孙大圣，实际却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白骨精。我本想直接狠狠暴揍他一顿，打得他满地找牙，但是转念一想，这样太便宜他了。我要一点一点拆穿，把他所有的阴谋全部曝光，让他在这个社会上无地自容，人设崩塌，社死。我当即拽住了他的胳膊：“走，有病不怕，我找关系给你化疗去，咱们不能放弃。”李文强被我强拖进了医院，面对着即将进行的检查，李文强慌了：“兄弟，癌症是治不了的，别花那冤枉钱了，让我一个人静静等待下来的时光好吗？”我一脸真诚：“不行，多活一天是一天。大夫，赶紧把他拉进去，仔细检查一下我兄弟得了癌症。”我一边招呼大夫，一边往李文强的衣兜里面掏，结果还真被我找到了那张为我准备的银行卡，3万块买了我和老婆一辈子悲惨。李文强见我如此执着，当即有些恼羞成怒了。我说了不治，我不治，我理都没理他，拿着他的钱直接去交费。大夫感觉情况也挺严重，3、5个人控制住了李文强，强行把他拉去了检查室。就这样，李文强被迫完成了检查，但是检查结果次日才能出。你干啥非得给我检查？你知不知道我赚点钱非常不容易，我还有个女儿，她还得活着。李文强从检查室出来后异常焦虑，整个人张口闭口不是钱就是他女儿。我叹口气，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钱没了可以再赚，命就只有一条，你女儿还指望着你养呢。”李文强没得到自己想要的，做完检查就找借口走了。结果第2天，上辈子的剧情再现，有个陌生的号码打过来告诉我说李文强自焚死了。我惊慌失措地跑到了现场，此刻还有不少围观者议论纷纷：“啥时候烧的？咋没看见火光呢？烧得这么彻底，连个渣都没剩。”地面上确实有一滩黑灰，像是衣服烧完后的痕迹，但人体组织却毛都没有。上辈子就是我太大意了，连李文强的死亡证明都没要，只顾着义气，火急火燎的就帮他养起了女儿。所以这辈子人呢？人拉去哪里了？我不顾那些围观人，直接给那个陌生号码回了过去。对方草草地回答我说送太平间了，死相太凄惨，准备直接拉去火化。我说可以，但是我必须拿到火化证明。对方一听我的要求，沉默了好长时间，最后才嗯了一声：“这孩子是谁啊？不会是他女儿吧？真可怜，这么大的孩子半路被抛弃了。”电话挂断后，我也看向旁边只有7、8岁，低头在一旁站着的李倩倩。她脸上没有任何恐惧的神色，也没哭，眼角连一点泪滴都没有。上辈子我只以为是孩子惊吓过度，大脑麻木了，没想到她只是提前和爸爸商量好，知道没有事发生，所以才没有任何表情。我是非常震惊，也不由有些好奇，只有7、8岁的孩子，他是怎么能隐瞒这么长时间的？难道会撒谎骗人是天生的？说实话，此刻看着他这张稚嫩的脸，我的心确实凉了半截，心寒不已。
要说上辈子也养了他10几年，就算是石头也该捂热了，就算是宠物也该有感情吧。结果却是他毫不留情把我推下台，对着视他如命的妈妈痛下杀手。人怎么能这么心狠？但是仔细一想，似乎也不稀奇。上辈子李倩倩肯定一直在跟李文强联系，我们给他的钱估计他都交给他爸了。他自始至终都是骗我们钱的工具人，对我们没有感情也正常。我蹲下来看着李倩倩，小声问她：倩倩，你爸爸只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不要太伤心。你想去哪个福利院？围观群众一听我说这话，纷纷过来询问我跟他是什么关系。我一个朋友，这是我朋友的女儿。朋友女儿？你朋友没有亲戚吗？怎么能直接把孩子送福利院呢？我那朋友从小父母双亡，家里没钱，亲戚谁看得起？早就拉黑了。那你给领养得了呗，多好的小姑娘，还不用太操心了，直接送小学就行。哼，对于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混账说辞，我都不想理。李倩倩稍微愣了一下，手指向树根下的一张纸。没错，我知道那是李文强伪造的遗书。上辈子因为这封遗书我还落了泪，觉得李文强的命挺惨。但至于现在，我走过去就把遗书捡起来撕了个粉碎。公共场合不能乱扔垃圾，倩倩你也要记住哦。李倩倩被我的举动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了。叔叔，那是我爸留下来的遗书，您没看怎么就给撕了？遗书？你怎么知道是遗书？我假装慌乱的想把那些纸拼凑在一起，可奈何撕的实在太碎。我靠，你这人动作也太迅速了吧，人家的遗书就这样被你撕了。年纪轻轻的做事毛里毛躁，万一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交代，这不全被你耽误了？围观的人又开始喷我，经典的皇上不急太监急，还有2个甚至想把纸重新拼起来。我依旧没理这些假慈悲，问李倩倩，你爸爸是什么时候来树林的？他自杀的时候你在吗？李倩倩毕竟还是年纪小，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只是眼神飘忽，答非所问道：爸爸说让我跟你回家，让你照顾我。我笑着摇了摇头，不行的，叔叔马上也要有小孩了，而且叔叔赚的特别少，养不起你的。福利院的小朋友特别多，环境还不错，关键是免费，倩倩一定会喜欢的，到时候叔叔有时间就去看你。此话一出，刚才就对过我好几次的一个老太太当即恼了，你这人说的什么话？人家临死前托孤，你就用没钱打发了？多好的孩子啊，人家既然让你养，你就急养着得了呗。再一再二不再三，听到这儿，我终于忍不住回头回对这个老太婆：大娘，您知不知道您说的这是什么话？道德绑架懂吗？您这么高尚，您领养过几个孤儿？这话说的，我自己就有5个孩子，从来没说过没钱养啊！废话，您那个年代用白薯面就能把人喂饱，饿不死就行。现在这社会，孩子这样养行吗？另外看您这穿着，恐怕过得也不咋的吧？养5个孩子有什么用？老太婆被我直戳痛点，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说出话来。其他围观群众也有几个人点头赞同。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说的没有问题，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了，只是朋友又不是什么亲戚。没错，何况连亲戚都不要，朋友咋就那么应该帮着照顾孩子呢？老太婆立刻就反对，死者为大。你们不懂什么叫死者为大吗？那也得有个度吧？怎么着，死者临死前让你把全部的家产都拿出来捐了，你也愿意？我冷哼一声，真是该啊，老老实实跳你的广场舞得了，非管这些用不着的闲事。爸爸有钱，我爸爸有钱。这会儿李倩倩突然把那张银行卡拿了出来，昨天检查费花了2000多，估计现在剩个27000吧。面对着这一举动，我立刻伤心的抿住了嘴，直接把银行卡握在了手里。倩倩，你爸爸是个好人，知道临死把欠我的账结清，下辈子才能清清白白，光明磊落。李文强兄弟，如果你能看见的话，放心吧，你还我这钱我必须收。李倩倩发懵的看着我把银行卡装进了口袋，半天没反应过来。那些个围观群众也有点懵，感觉好像哪里有些不对劲儿。我一点反应的时间都不给他们，带着李倩倩就走了。必须送福利院，可就在这个档口，那个陌生号码又给我打了进来，说尸体已经火化了，火化证也下来了，加上好友，他把图片给我拍了过来。我放大看了看，这个证居然是真的，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搞来的。与此同时，老婆的电话也打了进来。上辈子发生那么多惨事，接到老婆的电话，我本来很激动，可没想到电话那端的老婆比我还激动。小雨，网上说你杀人放火，还把人家的遗产给独吞了，发生什么了？我愣了一下，什么杀人放火？老婆立刻把视频链接给我转发了过来，拍摄视角正是那个老太婆的角度。视频中我被污蔑成了贪财妄义，还说我杀人放火，还把死者的孩子骗走了。我勃然大怒，当即报警。警察经过调查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要求视频发布者马上下架，但是对方根本就不理。
加上近期人贩子的视频频出，他的那条污蔑视频短短1天就有近100万的播放量，我甚至被光速人肉了。网友们纷纷扒出我的信息，我整个人一丝不挂地展示在了大众视野下。而到此刻，我才明白了他们这招有多阴险，用人贩子和杀人放火这种极具吸引眼球的词汇，先把事情炒起来，等大众都关注了以后，再人肉我，扒出我的信息，把我和李文强的关系阐述清楚。我杀人放火的嫌疑被洗脱，可紧接着就会被道德绑架。那些知情人说银行卡里面的钱是托我养活李倩倩的，更过分的是，他们猜测说卡里面起码有20万，不仅各种夸大其词，还几度想要把我拉下水。而我拿到钱之后，非但不履行收养义务，还准备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我被扣上了不仁不义的帽子，被道德那根铁锁死死绑住了手脚，成了他们口中吃绝户的人。事到如今，那我也没必要藏着掖着了，对着那些污蔑者火力全开。我先是去银行打印了银行流水，在网上公之于众，紧接着就把跟李文强平时的聊天记录以及转账截图一一上传，告诉那些污蔑者，我平时对李文强就已经够不错的了，他银行卡里的这点钱连还债都不够。反击很快有了效果，即便有少数人认为那些都是 P 图作假，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认可了我。可网络圣母遍地都是，认可归认可，看李倩倩可怜，想让我领养的人也比比皆是。我当然就直接说明自己的难处，本来就找工作困难，没有什么收入，我怎么给李倩倩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教育背景呢？我说这些的本意是诉苦，结果万万没想到，居然因祸得福，添上一个馅饼，直接砸进了我嘴里。我们本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得知这件事后，马上跟我要去了简历，然后很快就在网上承诺，说已经给我准备好了一个职位，年薪直接开出50万，我一下子能少奋斗近10年。同时这家公司也因为蹭到的这波热度，订单暴涨，股票连续大涨，市值飙升10几亿，听说董事长笑得嘴都歪了。至于给我那50万的年薪，在人家眼里算个屁啊！因此我入职的十分顺利，可谓是双赢。当然，凭着上辈子的工作经验，入职没过多久我就将关系户的帽子打掉，让我的直属总监对我的能力连连称赞。大多数同事的关系我也处得十分不错，至于少数几个眼红的，我也不在意，我又不是人民币，做不到让所有人喜欢。因着这辈子事业顺利，我马不停蹄地和老婆求了婚，办了婚礼，领了证。这么好的女人，我1分钟也不想等，只想立刻把她娶回家，把我的一切都给她。至于李倩倩，到这个份上了，我自然是直接领养，还给她送去了我们当地最好的学校，给她吃好的喝好的，但零花钱1毛不给，家里也绝对不像上辈子一样放现金，务必让她在我这1分现金拿不到。我的做法果然引来了连锁反应，毕竟李文强还活着，指望着他女儿给他输血呢，我不给他女儿钱，那他花什么？所以我就再一次被挂到了网上，引自知情人爆料，说我对领养的李倩倩太苛刻了，平时一点零花钱都不给。可惜啊，李文强把结果想得太美好了，虽然吃瓜的人大有人在，但是这种小事指望着在网上能炒个翻天覆地，怎么可能？所以当我把每个月给李倩倩的学费，给她吃喝用度的订单公布后，那些人就闭了嘴。毕竟放眼全国，上个小学都能花费这么多的，已经是相对少见的存在了。对领养的闺女，我问心无愧。网友们非但没法骂我，还得给我留一句办事讲究，这就导致李文强的经济直接被切断了。他不止一次乔装去小学门口看李倩倩，可能自以为自己神出鬼没，做事毫无痕迹，所以行为也比较肆意。但是架不住我早有防备之心，这些是未来让他身败名裂最直接的证据，所以每一次我都完整的记录下来了。半年一晃而过，李文强有些按捺不住了，因为我借助着李倩倩的网络流量，不光赢得了高薪职位，还在网络上赚了不少钱。反观我偷拍的李文强，胡子拉碴破破烂烂，估计都得去要饭了。可能他自己都没想到，本来是想害我，结果却阴差阳错把我推上了人生巅峰。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甘心，我等着他出招。他假死这个最大的底牌我已经掌握，未来只需要稳坐钓鱼台，等着他狗急跳墙就行。但我没想到他居然出了一招险棋。周五放学，老婆火急火燎地给我打电话，带着哭腔跟我说李倩倩不见了。我的心咯噔一下，马上就接到了一通电话，有人声称绑架了李倩倩，让我准备100万赎人。当时我的第一反应还真以为有亡命之徒看我在网上太惹眼了，所以绑架了李倩倩。可经过调取学校的监控视频，我才发现那个衣着破破烂烂的绑架犯的身形，不就是消失已久的李文强吗？虽然看不清他的脸，但是我敢确定就是他。学校的老师提议报警，被我直接拒绝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要是不借助这次流量再火一次，那能行？都没用我发布，就有人把李倩倩被绑架的事情透露了出去。短短1天时间，我后台的私信就炸了，问我是怎么打算的，报警了没有？
我直接把早已准备好的视频发布出去，视频中是李倩倩之前游玩的老素材，我给配的文案是一切安好。网友们炸开了锅，这个视频是以前的吧？怎么还一切安好？你丫的是不是赚了钱就不想管了混账？楼上傻叉闭嘴好吗？动动脑子，一楼真是个大二逼，绑匪绑人报警要撕票的，不说一切安好，难道说已经报警？博主一定要让倩倩安然无恙的回来，求你。接着警察就上门了，询问我被绑架的事情是不是真的。跟警察我也不用说谎，真的就是真的。可李文强怎么可能对他闺女下手？所以我确定李倩倩确实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反之，我却可以趁这个机会水到渠成的把李文强扒出来，揭露他假死的阴谋。但仅仅揭破还不够，所以在警察走后，我先给他提供的账户上打了10万。我要求他放人，不然的话警察一定不会放过他。李文强的目的是骗钱，自然也不会鱼死网破。所以当天晚上李倩倩就被放了回来，我也立刻在网上报平安，博得了网友们的一片称赞。但是警察同志有些不满意，怪我私自做主给了赎金。当然鉴于我的出发点是不想让李倩倩发生意外，自愿破产免灾，警察同志们也说不了什么，只是告诉我，如果以后这种事再发生，一定要配合把犯罪嫌疑人抓起来。我点头同意。我知道这种事很快还会再发生的，就李文强那个赌徒，10万块在他手里哪能算钱？等没钱了，肯定还会想办法在他女儿身上索取。通过这件事，我的粉丝又上涨了一个维度。虽然目前的生活很滋润，但是我不得不开始布局了。我给李倩倩买了个精致的日记本，告诉她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记在日记本里。然后我又决定每个月给她2000块的生活费，让她可以自由支配。做完这些以后，我和老婆就出门旅行了。我不用担心李倩倩平时的生活，因为她就读的学校是高端的寄宿学校，半个月才回家一次。之所以带老婆去旅游，是准备给李文强一个机会，一个放肆大胆犯罪的机会。在景区酒店休息，我顺手打开了手机，播放起了家里面的画面。老婆好奇地凑过来问，你什么时候装的监控？出门前装的。切，女儿又不回家，你装这个东西有什么用？看着老婆天真善良的样子，我都有些不忍心告诉她真相了。甭管上辈子还是这辈子，老婆对李倩倩那真就是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爱至极。可我又担心到时候事发突然她接受不了，所以还是准备和她坦白了。亲爱的，其实李文强没死。没死？刚说到这里，监控里我家的门就被打开了。大门是密码锁，密码李倩倩知道，那李文强自然也知道。他鬼鬼祟祟地跑进了我们家，结果把老婆吓了一跳，就跟见了鬼一样。我赶紧安慰他，别怕，李文强是假死，想把女儿托付给我们，通过他女儿在我们身上吸血。而且这件事李倩倩是知道的，知道我为什么要给她买日记本吗？孩子小，内心还算单纯，被老爸这么利用，她肯定也不开心，所以一定会记录在日记本里。老婆的眼角流出了泪，表情落寞。知道她伤心，但是这种伤心早晚都要面对，而且这辈子只是伤心而已，上辈子可是被李倩倩逼着用绳子套在了脖子上，活活吊死。相比之下，这算不上啥。我和老婆眼睁睁看着监控里，李文强把我们家翻了个遍，拿了点现金后还不满足，又打起了家具家电的主意。看来是真的穷途末路，连这些大件都要拿出去卖了。我果断报警，让警察把他当场抓获。李文强表现得极其恐慌，要不是我家在12楼，他都想跳窗户逃跑。不过在警察进门的那一刻，他就应该想到了自己的下场。我和老婆原路返程，直接去了警察局。再次见到李文强时，李文强连头都不敢抬。兄弟，别叫我兄弟，我没你这样的兄弟。我知道你恨我，但是没有倩倩，你能找到高薪工作吗？你能在网上爆火赚钱吗？李文强居然还敢反问我。别说那些没用的，那不是你假死骗我的理由。而且你当时布局的时候想的结果是这样的吗？你也没有想到我可以预判你的预判，把你套进来的吧？李文强浑身一愣，什么意思？这件事你早就知道了，不然呢？以你这样的赌徒，你以为说自己得了癌症我就会信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恨得牙齿直痒。上辈子性子太单纯，只因为我信他，结果被害得尸骨无存。如果不是重生，我都难以想象死后我的冤魂会怎样煎熬。但是现在已经没必要讲那么多了。李文强在拘留所里咆哮，说我害他。我面不改色，甚至冷笑出声。上辈子我有多绝望，你这辈子同样也得给我受着。而且事情到这里远没有结束，才刚开始而已。我对警察说我要追究到底，而且希望他们好好调查一下上次的绑架案跟李文强有没有关系。交代完这些我就走了。至于李倩倩那里，我一点消息都没有透露，因为我不确定这才几天
他的日记有没有写。直到半个月后，警方那边给我来了消息，经过追查，已经确定上次绑架案的嫌疑人就是李文强。得到这条消息，我马上休息回家，去学校找到了李倩倩。路上什么都没说，而是直接把她送去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看着被手铐着的李文强，李倩倩放声大哭，想让警察把李文强放出来。我就在旁边站着不说话。结果李倩倩突然跑过来推我，都是你害的，我爸爸都是你给害的。推搡间，我忽然感觉腿部刺痛，猛地低头才发现，李倩倩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一把剪刀刺进了我的腿里。我当时一阵后怕，幸好剪刀小，幸好伤得不深，没有生命危险。不过也正是这一捅，方便我解除收养手续，不然以李倩倩扭曲的人性，我和老婆岂不是长期生活在危险边缘？我因受伤去了医院，李倩倩则被留在了拘留所里被警察照看。趁着这个功夫，我让老婆去学校收拾李倩倩的东西，自己则在网上发了自己受伤的视频。当网友们听说我这刀是被李倩倩扎的时候，顿时引发了一阵骚乱。他们自然不相信一个孩子能对我下此毒手，更何况我还是李倩倩的恩人。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整个事情的原委，所以这一切都是猜测。然而就在这条舆论热度缓慢上升的时候，一个人账号突然出来带节奏，说我对李倩倩图谋不轨，所以才被刺伤。此事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喜欢吃瓜的人当即就朝着这条劲爆的线索靠拢，尽可能把这件事圆得跟真的一样，用于满足他们的禽兽之心。我没着急辟谣，因为这个时候老婆已经把李倩倩的日记本拿过来了。我承认偷看日记不道德，但是现在考虑不了那么多。结果翻开一看，震碎我三观。设计陷害我的事就不用说了，李倩倩自己在日记本里写得清清楚楚。她表示自己不理解，但是李文强非要她这样做。但关键的不是这个，而是其中一条。爸爸给妈妈推上了车，把车又推下了悬崖。爸爸当时跟我说妈妈想练习飞翔，但是后来他突然多了很多钱，我就知道妈妈不会回来了。我和老婆震惊不已，李文强的妻子居然是他亲手害死的，是杀妻骗保。我当即把这条消息告诉了警察，警察也非常重视，马上立案调查。结果凶手还真是李文强。原来李文强早在我知道之前就已经沉迷于赌博了，他妻子为此整天跟他吵架，还想跟他离婚。李文强为了还债，狠下心把他的妻子绑在了汽车里，推下了村边的悬崖。为此保险公司赔付了他大概50万块。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后来他又把目标盯上了我，同样是因为没有赌资了。谁跟他亲近，谁更容易被骗。就这样，李文强不光绑架盗窃，还背上了杀人的罪名。而随着他的犯罪事实被揭露，他的同伙也被他供了出来，就是那个陌生的电话机主通知我李文强自焚自杀的那个。两人是赌友，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李文强杀妻骗保还是这个赌友想的办法，因为这位赌友自己也是这样干的。至于之前假死时那个假装吃瓜群众带节奏的老太婆，是收了他们的钱，拿钱办事。两人即将面对法律的制裁，而李倩倩年纪轻轻的也彻底黑化了，在拘留所里大吵大叫，口中全是杀戮，说要把我和老婆全都杀了。面对着这一情况，我迫不得已只能在网上寻求帮助。我跟所有的网友们坦诚，说自己遇上了一个人渣朋友，通过假死绑架我，骗钱、偷东西，甚至指使他女儿害死我。网友们发送列文虎克大法，自然立刻联想到了李倩倩。我也没给他们太多的思考时间，直接把所有的证据全都公布了，包括李倩倩的日记本和李文强的拘留通知，还有就是李文强去我家里盗窃的画面。网络上瞬间炸了锅，他们都没想到一个孩子居然能跟一个成年人策划并参与一场这样的诈骗。我没有看错吧？李倩倩才多大啊，思想有那么成熟吗？说啥就听了。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奇葩骗局？还有这样玩的吗？李倩倩她爸把亲媳妇都杀了，我估计是博主人好命好，不然最后还不是死路一条了。细思极恐，如果博主把李倩倩养大，李倩倩会不会一脚把博主两口子蹬了，继承全部财产，然后跟他爹一块花？妈呀，这不就是吃绝户吗？李倩倩的人设崩塌，再不是我心中的小可爱了。哎，当初就应该直接送福利院，偏偏有些脑残非要让博主养，这是没出事儿，万一出了事儿，你们给博主偿命吗？网上说啥的都有，但是最终的画风都一样，这孩子肯定是养不了了。我也就是顺水推舟，放弃了李倩倩的收养权，把她交给了政府。事情到了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李倩倩被送去了福利院，李文强在同年8月被执行了死刑。虽如此，但是我知道以李倩倩扭曲的人格，她未来一定会报复我，所以我对她时刻提防，几乎秘密观察了她数年。终于到了高中毕业的那个节点，李倩倩去市场买了一把匕首，躲在我家门口，趁我出门的时候冲过来捅了我一刀。还好被早有准备的我闪身躲过，顺便在邻居的帮助下将人拿下。
李倩倩愤怒地问我怎么能躲过去的。我冷冷地告诉她，为了今天这几分钟，我等了2辈子。李文强虽然伏法了，但是上辈子我和老婆被李倩倩亲手害死，他还没受到惩罚。通过重生的金手指，我这些年已经财富自由。我们本可以搬离这座城市，之所以没走，就是为了等今天。故意暴露马脚，就是为了诱他上钩。李倩倩被以蓄意杀人未遂的罪名起诉，被判了8年。以她的前科，就算将来出来，这个社会也将不会再有她的容身之地。而我和老婆也在判决下来的当天搬离了这座城市。路上，老婆开心地告诉我她怀孕了，我兴奋得差点没跳起来。圆满，圆满，此生一切圆满。